我们有可能透过一部法律就能够成功打击各种假讯息以及网络上面的各种犯罪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NCC 在6月29日公布了数位中介服务法这个草案，立法说明里面有提到，这个法案是为了建构一个安全、可预测、可信赖的网络环境，并且维护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所以要对数位中介服务提供者建立一些规范。不过，草案推出之后，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在8月18办理的第3场公听会当天，包含了 PTT、巴哈姆特这些数位平台的代表都对这个法案炮声隆隆。PTT 代表说，如果法案通过被纳管，对非盈利的 PTT 来说形同观战，而巴哈姆特代表也说，如果草案通过，平台一定会接到大量的检举。这时，平台为了免责，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被检举的言论全部删除。这样做对台湾的网络言论自由会有很大的危害。立法说明不是说要保障大家宪法的权利吗？那为什么这些数位平台却说会侵害到大家的言论自由？这个法案到底规范了哪些东西？为什么 NCC 要提出这样子的法案？那就在我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时，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周表示，这个法案目前没有共识，行政院不会支持继续推动。不过我们觉得前阵子对法案的支持还有反对声音都还是蛮值得来聊聊的。那在开始讨论之前，让我们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最近志奇记忆团队在招募厉害的新伙伴喽，我们想要征求全职的影片内容计划，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写脚本、发想节目计划，迎接各种经营频道会遇到的挑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知识领域专长，只要你擅长写作，很会收集资料，逻辑清晰，具备独到的观点，而且乐于沟通，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说清楚，那你就是我们希望能邀请到的人才。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有文字、影音创作或者是节目频道经营的相关经验，那就更棒喽。那如果你认同这一期频道的理念，也想要加入我们的行列，那就赶快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职缺内容吧。数位中介服务法草案总共58条，分成了11个章节，算是一部范围很宽很广的法案。它宣称它大量参考了欧盟的数位服务法，而这个草案最主要想要管的对象是连线服务、快速存取服务，还有资讯储存服务这3种类型的数位中介服务提供者。这3类服务涵盖到不少业者例如像是中华电信啊、凯波大宽屏、亚太电信这些电信业者，或者像是 Meta、YouTube、Dcard、PTT、巴哈姆特这些线上平台，也可能涵盖像是 Line、Messenger、Telegram 这些通讯服务，可以说是包山包海。而这些业者里面，只要在中华民国有设置据点或使用者有显著数量的，就会适用这个法案，必须要遵守这个法案的相关规定。那如果不好好遵守，有可能会被罚款，最高可以罚到1000万。而如果屡犯不改、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各个主管机关还可以使出断网的大绝，中断这些中介业者的服务。那具体来说，这个法律到底要求业者们做哪些事情呢？可能可以粗分成3大类。第一类是要求业者揭露更多资讯的条文，例如要充分揭露他们的联络方法、内容政策，还有演算法会影响哪些内容等等，也必须要制作透明度报告。如果是境外的业者，还得要提供境内的代理人资讯。而第二类则是要求业者必须要配合政府的权力行使，例如必须要配合政府调取资料的要求，依法提供特定使用者的资料。另外呢，也必须要遵守资讯限制或紧急资讯限制的规定。这个资讯限制的意思是，假设各个法规的主管机关认为不同平台上面的使用者他们 PO 的资讯有违反法律的状况时，就可以向法院提出资讯限制的申请。如果法院裁定通过，平台就必须要把这个资讯给移除，或者是限制它的曝光。而且如果机关认为这个资讯是涉及不法的谣言或不实资讯，还可强制要求平台在这个资讯上面加注警示。第3类的规定则是要求平台要提供使用者更多检举跟救济的管道。比方说呢，法案呢就要求平台要建立机制，让任何人都可以通知平台哪个地方有违法的内容资讯，要求平台处理。而平台接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就必须要及时处理，还得要把处理的结果告知给通知的人。而假设平台移除了你 PO 的资讯就是大家俗称的你被阻了，那平台呢也必须要通知使用者说为什么移除或限制，依据是什么，你可以怎么救济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不少条文但这主要的几类条文出来之后，被不少人批评是问题重重。
我们整理了4大争议的面向哦。第一个争议是可能有侵害言论自由的疑虑，里面有提到政府的不同机关如果觉得特定的资讯有违法的状况，就可以要求法院做出资讯限制的裁定。如果裁定通过，平台就必须要处理这个资讯。这部分的争议比较少，因为至少有符合法官保留的概念，把那些可能对民众权利的限制交给法院判定，避免行政部门滥用权力。不过，更多人质疑的是，草案也有规定，假设政府认为这个资讯是涉及不法的谣言或不实资讯，那在法院裁定之前呢，就可以直接强制要求平台业者加注警示，这可能会有侵害言论自由的问题。而另外，草案里面有规定，有权限提出申请的机关就有10几个，每个部会可能都有自己认定的违法资讯。那假设某个机关通知业者说，你们平台上面有违法资讯，请处理。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资讯是那些平台无法判定是否违法的资讯，对平台来说，最保险的做法可能就是先标注警示，甚至呢是在法院裁定之前就先把它隐藏或下架，避免自己受罚。而除了行政机关可以要求平台之外呢，一般人也都可以任意的通知平台特定资讯有问题，也就是俗称的检举。那虽然平台不用因此标注警语，但也必须要依法对这些通知做出回应。这也可能造成有些人滥用制度，大量攻击特定的资讯，让平台不堪其扰，宁愿先把这些资讯下架。不少人就认为草案这方面的制度可能没有办法让平台负起审查的责任，反而是会让他们趋向逃避责任。为了免责，都很积极的自我审查，什么都看，结果导致大家的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第二争议是认为这个草案的规范不够细致，甚至可以说是粗糙。不少人都评论呢，这个法案可以看出 NCC 的野心非常的大，想要一次管很多的事情，划定要监管的范围包山包海，却没有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跟服务去制定对应的规范。比方说，脸书或是 Dcard、PTT 这些公开言论平台，跟 Line、Telegram、Discord 这些通讯服务要管理的方式或是目标可能就不太一样。尤其通讯服务里面还有点对点加密这种连服务系统自己都无法看到内容的技术，等于说呢，它从技术面也很难满足法案的要求。如果要满足哦，就可能会侵害到大家的秘密通讯自由。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强制纳管了，要么业者必须妥协取消加密技术，让政府能够监管通讯，可以在大家的对话框里面针对特定的讯息标注警示内容；要么就是保持加密的隐私，但这样做就有可能被政府无限裁罚甚至断网。另一方面哦，对于没有在台湾设置据点的外国业者或者是中国的业者，他如果完全不配合，罚也罚不到。但是台湾的本土业者即使规模比较小，也会因为法案必须要额外负担不少法务上的成本，这也可能造成不太公平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第三个争议是草案的规定让行政机关的资料调取权力大幅的扩张，这个争议比较少人提到，但我们研究资料后呢，认为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草案第17条有设计一个嫁接式调取资料条款，它规定说，假设某个法案让行政机关可以调取资料，那么行政机关自己做出处分之后，就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资料，而不用透过法院的调取票或搜索票来进行。但这个看起来会扩张权力的条款，具体适用的范围却很模糊。比方说，中央机关以外各地方政府的机关好像也可以根据他们的行政处分，就向业者要求提供使用者的资料，而且平台业者如果不同意，每个机关都可以直接做出最高程度的断网处罚。这个规定有可能会绕开法院的把关，而让行政机关过度使用资料调取的权利。那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草案文字写的比较概括，所以才会有不同的解读。但也是有学者认为哦，涉及调取资料这种会影响人民隐私权的事情，所有的条件跟限制都应该要写清楚一点比较好。那第四个争议是，这个法案规定了许多的义务，也新增了不少的程序。有些人就批评哦，这样定规定好像没有考虑到有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执行。这边先不提业者是否要拨出经费啊，还有人力来处理新生的各种义务，比较常被忽略的反而是政府部门的执行能量。由于法案让10几个机关都有这样的权利哦，那这些机关就势必要有人负责执行大量的资讯审查还有判定任务。而因为草案把资讯限制的判定交给法院进行，那这对原本就已经过劳的法院来说，可能更加的难以负担。那为了分散一些任务出去哦，草案也有设计要拿25亿元创设一个专责机构，并且规划了认证举报者的制度，让这些经过认证的举报者们来辅助建立准则，还有协助举报有问题的资讯。但这两个制度也有人质疑哦，如果举报者或是机构都是由政府捐助或政府认定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独立性的问题。我们研究的时候看到不少专家学者在讨论这个法案时，起手式都是这个法案利益良善，但是
这个但是后面就接了各种问题，有的刚刚有提到，有的则是因为篇幅的关系还没有办法被放进来。那么团队是觉得，如果草案的文字就直接针对大家也很痛恨的性私密影像外流啊、诈骗、人口贩运、家暴和校园暴力这些犯罪去处理、去限制，并且呢也很限缩在这些特定明确的犯罪类型，那或许这个法案的问题就会少很多。但当这个法案同时还要处理到假消息跟不实言论这些比较难认定，甚至有可能因为价值观不同就产生不同判断的议题，就会变得很难处理。这个部分的议题呢，之前我们讨论过很多次哦，光是谁有资格来认定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觉得或许加注警示这样的规定，就先限定在像是天灾啊、国防、恐怖攻击这些可能短时间会影响大量的人，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资讯上面会比较合理一点。但其他类型的资讯就透过既有的澄清管道和法院去处理就好。我们认为哦，如果草案的目的很明确也限缩，然后大家对于该怎么做也比较好理解跟想象，那反对的声音可能就会比较少。但现在好像包山包海，什么都可能被管到，就有可能引起滥权的疑虑，这样大家呢就很容易反弹，觉得你是不是想乱来？那延续刚刚说的，很多人不满这个法案，是因为觉得从条文看起来好像都是政府想要进行监管，想要扩张权力，但是却没有讨论到太多对于自己权力的限制或者是限制方式。我们就有看到一个观点是，政府应该要设置一些机制来让大家相信条文不会被滥用。例如，法院如果最终裁定不用被限制的资讯，政府就应该用公开的版面帮他公布这件事情，还他一个公道。那这样政府可能只有很确定有问题的资讯才会去申请限制令。有学者认为哦，甚至可以明确的规定国赔的条款，毕竟政府在言论上面加入警示，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名誉。那这种时候，如果有误判的，政府也应该负责，这样呢，可能就比较不敢滥用这些条文。但不管怎么说，随着法案宣告停摆，短期内看起来这个法案应该都不会再往前推动了。但我们觉得法案里面还是有一些规定很不错，像是要求数位平台要讲清楚他们阻人的原因或依据，并且要提供申诉管道，这种呢，我们都觉得很好，因为这比较是站在保护使用者权益的立场而定的规定。那如果未来的数位相关法案先从这类的规定开始着手，或许是更应该做的事情吧。那今天的议题呢，就先讲到这边哦，因为内容比较专业一点点，如果大家有想要补充或者更正的内容，也都非常欢迎留言跟我们说。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的是，你认同在特定讯息上面加注警示的做法吗？认同，我觉得加注又不会怎样，如果没有po假讯息，又不用怕被限制。B 部分认同哦，我觉得有些状况需要，但不该拿来滥用。C 不认同，我觉得政府自己就有管道可以澄清资讯，不该把手伸到数位平台跟通讯软体里面。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数位中介服务法有哪些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相关的数位身份证以及科技侦查法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